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来自李宁的利刃6代。全掌泵中底放置了一块前扎的 PBX 抗扭片，外底用的依旧是它发臂，还是老三样，感觉跟前几代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在重量方面也比较普通，单支42码的重量在380克左右，整体看下来就非常的平庸，没有任何吸引我的点。要不是兄弟们催得急我肯定等到它降到500以内才会考虑下单。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双利刃6代在实战方面的表现，也看看这一代的利刃究竟会更加适合哪种类型的球员去进行选择。在抓地方面，它的表现依旧出色。在干净的室内木地板上，它能够做到指哪打哪。外底这一个不规则的纹路，能够应对各个方向的抓地，并且在有灰的场地上，它的止滑效果也还不错，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下降。而且大底的纹路又粗又深，用的还是李宁当家的 Top RB 耐磨橡胶。虽然橡胶的硬度不算特别硬，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不到70，但是耐不住它血槽厚想要用来打外场，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水泥地的话还是会有点顶不住，只要不是水泥地，其他都没有问题。那说到它的外底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大家，这也是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购入利刃6代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并没有如我想象当中的用上 GCU 的外底橡胶，用的依旧还是 Top RB。可能李宁更多考虑的还是想要更耐磨一些，但是我会希望利刃这一个系列能有更为极致的抓地，以及更加出色的重量表现。如果用上了 GCU， 重量肯定会轻不少，对吧？还能给到我们更加出色的抓地，而且 GCU 的耐磨也并不是特别差，对吧？想要拿来打外场也不是不行。能不能用来打外场，其实还是取决于这一双鞋的价格。只要价格降到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什么鞋不能打外场，对吧？那屏幕前正在观看这一期视频的兄弟们，我的问题来了你们觉得利刃这一个系列有没有必要上 GCU？ 你们觉得利刃的耐磨更重要一些呢，还是性能更重要一些呢？希望你们能够在评论区或者是在弹幕当中说出你们的看法。中底大面积的 PBX 盘很好的保证了球鞋的中底刚性，不管做什么动作，脚底下的球鞋都能很好的保持住它的姿态，不会出现夸张的轻便。并且它身上用的这一块 PBX 盘在前掌做了镂空，更多的是起到抗扭的作用，保证了我们在做一些变向或者是后撤步动作的时候所需的前掌刚性。但是对于前掌的弯折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上脚个差不多3-5分钟就能把它磨合开，这个磨合时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完全不同于上一代的利刃5 V2，利刃6是完全没有任何驾驭门槛的一双鞋，不管你多大体重，不管你脚底下是不是有力，都能很好的驾驭它。在正常跑动、变向或者是在做一些交叉步动作的时候，它的前掌弯折都非常顺，前叉的板材不会产生任何的阻滞，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板脚的这一个问题，好吧？利刃6的外底，不管是在前掌还是后掌都比较宽大，重心也控制的比较合适，上脚之后非常安心，4平8稳，做动作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得益于它全弧形的外底造型以及比较容易弯折的前掌，灵活性也非常出色。在做动作的时候，脚底下非常自如。不管你是想要优秀的稳定性，还是出色的灵活性，选择这一双鞋，你可以两者兼得。而且它的中底立线也非常正，祖传的内扣问题在这一双鞋身上完全不存在，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好吧？OK， 利刃6的基础性能就是这样，不管是抓地、耐磨、强度，亦或者是稳定性、灵活性，这一双鞋的表现都非常出色，性能下限非常高，想要穿它去打球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究竟好不好穿，以及它究竟会更适合哪种类型的球员去进行选择，我们还是得看看它在风格化的处理方面做得怎么样。在脚型适配方面，它跟利刃5 V2 的鞋楦基本上没什么区别，都是这种正常的鞋楦宽度，大部分脚型的兄弟都可以去选择它，并且都能得到比较不错的包裹体验。穿上脚，拉紧鞋带，整一双鞋给到我们的包裹感受非常舒适，在紧致的前提下不会有任何不适感。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一双低帮的篮球鞋
给我们用到了8组鞋带孔。正常低帮鞋的鞋带孔数量可能能有个7组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大多数都是6组甚至是5组，用上8组的概念不亚于给一辆桑塔纳用上了弹簧刹车片。整体的包裹锁定非常顶，系紧鞋带之后，双脚会被牢牢的锁定住，尤其是在后跟位置处，我们的脚后跟和脚踝处的鞋面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融为一体了，没有任何的多余空间，这让整一双鞋的鞋脚一体性得到了史诗级的加强。不管做什么动作，球鞋的后跟都能跟双脚完美贴合，在受到较大对抗时也不会出现任何的松动，这能让我们在实战的过程中，不管是防守还是进攻，脚底下的响应速度都能得到大幅提升。穿了利刃6上场打球如果打得不好，可不能再把问题怪在球鞋身上了。穿上利刃6之后在做动作的时候真的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它的鞋脚一体性绝对是利刃这整一个系列当中最出色的那一款，而且它的鞋面强度也完全没有问题。高强度的鞋面加上主要受力点位置处的针对性补强，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它的鞋面真的完全没有任何一个槽点，包裹、锁定、强度、舒适度，没有任何一项是有问题的，非常棒。而它的中底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惊艳了，在我这一段时间的体验下来，它会更像是一个均衡版的利刃4，中底会比利刃4更厚一些，整一个中底的重心会更加偏向于团队鞋的一个高度。那缓震自然不必多说，一定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情况下，也完全不会有震脚的感觉。不管是缓震的力度还是缓震的极限都非常出色，但是场地感明显会比之前2代都要模糊一些。中底的反应性虽然说不上肉吧，但是也没有前2代来的迅捷，给到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每个方面都非常不错，但是就是没有任何一项是突出的这一种 feel。 确实它能有更广的球员适配范围，不管什么打法，不管打什么位置的球员都可以去选择它，并且都能得到不错的穿着体验。但是利刃这一个系列回归团队真的是一个好的选择吗？利刃这一个系列之所以卖得好，一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利刃4的成功。利刃4降低了重心之后，让它成为了绝大多数打法偏外线的球员们人手一双的口粮实战鞋。而在现如今的小球时代，就连大多数的内线球员都已经开始穿科比的签名鞋来打球了。团队鞋的受众人群好像看似更大，但是更好卖的更受欢迎的鞋款一定还是定位偏向外线多一些的薄底快靴。屏幕前观看这一期视频的兄弟们，你们觉得呢？当然它的过渡依旧非常出色，不管是正常跑动还是蓄力起跳，它中底的力传导都非常丝滑，不会有任何一丝断层的感觉，但是同样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推进感，或者是来自中底的力反馈，并且整一个中底的滚动感也相对比较普通，并不是特别强烈。滚动感的体验会更加接近于利刃4，而它整一个中底给到我的整体感觉就像是一个加厚了一点点的利刃4代的中底。确实它会有更好的脚感，更好的缓震，但是我个人还是会更喜欢利刃4给到我的感觉。利刃6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级，这一双鞋好穿吗？当然好穿了，而且非常非常出色。这是一双没有任何一个短板的篮球鞋，但是这一双鞋的穿着体验真的太像一瓶矿泉水了，好像有点过于平淡了，一点刺激感都没有。确实它有着出色的抓地、优秀的包裹、拔群的强度等等一系列特别棒的点，但是没有任何一点是特别突出、特别亮眼的。整一双鞋的调教就是非常典型的团队鞋，没有特定的适配人群，没有特定的适配打法，任何人都可以去选择它，它也可以被所有人轻松驾驭。但是不管是谁去选择它，都不会有那种我操，这一双鞋真他妈牛逼的这一种感觉。它确实非常棒，但是没有任何的风格化倾向。就像我前面说的，它没有任何的刺激感。如果你被它的颜值吸引，你想要购买它，我一定不会拦着你，因为它确实足够出色，非常好穿。但是如果是有人想让我给他推荐一双篮球鞋的话，我一定不会推荐他利刃6，因为它不够刺激，因为它没有办法精准打击到任何一个用户的痛点，这也是这一双利刃6的最大的问题。那回到我们的标题你觉得一双没有任何棱角的鞋款，它还能叫做利刃吗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